跟我哥分手的时候闹得很难看。我想结婚了。巧了，我也是。又不是和你结，你结你，我结我的。什么意思？和你分手的意思。说好的和平分手，结果我就晕了过去。哥，分手可以，给我生孩子，我给不了。他把我留在这里整整7天，逃出来那天，我只想离他越远越好。开车，快点！他开车来追我，却出了车祸。他失忆了，接受了家里的联姻。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步入了正轨的时候，不祝我订婚快乐吗，弟弟？哥，订婚快乐。那亲一周，庆祝一个。我在出租屋啃馒头，连房租都快付不起的时候，有个短剧缺个男二，20天5万，你来不来？来的话，今晚到酒店商务包厢，先聊项目。我以为是去谈剧本，没想到真正等着我的。先看看你有没有镜头感，条件还行，台词稳不稳，临场反应过不过关。我是来拍戏的，不是来陪笑的。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男团成员？你当年退团闹得那么难看，现在哪家公司敢用你？我跟迟燕是异父异母的重组家庭，她比我大2岁。我妈嫁给她爸爸后，为了搞好关系，让我主动讨好她。她学跳歌，我也去学。我永远是她的跟屁虫。你能不能别总跟着我？她讨厌我，但我们俩还是在高中一起进了一个男团。大2那天，我们所在的男团爆火，庆功宴上大家都喝多了。哥，我妈大概也没想过，有一天我会把自己讨好到她身边。机会就这一次，要不要你自己想清楚。武器算什么？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活下来。恭喜你通过面试。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我不想再出任何差错。陈玉，是你？嫂子，你哥知道你来演短剧吗？他不知道。也是，他要知道你接不了这戏。嫂子，能不能帮我保密？这样让我很难办，我会觉得像是在瞒着你哥。嫂子这么喜欢我哥，那你知道他最在意什么吗？什么？他最吃细节，也最讨厌别人跟他对着。好，我给你保密，你再多说一点。作为交换，我得把迟燕那些乱七八糟的喜好全告诉他。他喜欢吃什么？平时作息呢？重要日子会记吗？他喜欢别人怎么哄他？生气的时候要不要先道歉？他这个人其实挺吃细节的，尤其是吃的。比如榴莲披萨，他应该会有反应。他回我了，我给他点了榴莲披萨，他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。我看着他手舞足蹈，整个人都愣了一下。原来他真的喜欢这个。陈玉，你还挺懂他。迟燕最讨厌榴莲，他说我吃完榴莲像是在拿他的嗅觉报复社会。你哥以前跟别人同住过吗？没有吧。周越、陈玉，过来走戏，准备开机。幸好导演叫我们过去拍戏，这场对话总算结束了。偏偏这一场是女主为了刺激男主主动亲近男二的戏，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男二。这场情绪要真，镜头近，不借位，直接实拍。陈玉，我是你嫂子，你别对我有别的想法。放心，我对你没想法。怎么保证？除非你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类型。啊，对，这个剧吻戏不少，我也不可能这点事把好不容易拿到的机会搞定。我是不敢动，因为我一抬头就看见了迟燕，像是要把我定在原地。下，迟燕，这是在宣誓主权吗？所有人都默认迟燕是来探周越的班，我也这么想，挺好的。他失忆了，订婚了，有未婚妻了，也终于走回他该走的路。陈玉，过来。他让助理给全剧组买了奶茶，然后叫了我。阿燕，你找他做什么？解决一点家事。我站在原地，明知道不该去，脚却还是不听使唤的跟了上去。哥，
你就这么缺这个角色？什么？为了留在剧组，谁都能配合。池影帝，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陈玉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？他不是失忆了吗？他凭什么说以前？你不是忘了吗？你既然什么都忘了，就别拿以前来管我。我只是提醒你，离周月远点儿。原来还是为了周月。知道啊，她是我嫂子。知道你还敢？我只是个拿钱干活的男二。拿钱干活？你现在就是这么看自己的？阿燕，你们聊完了吗？你未婚妻在等你。你很希望我出去？不然呢？池影帝还想在这里跟我叙旧？我们有什么旧可叙？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陈玉，你刚才求我的语气，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？出了房车，我以为自己完了。后面的情绪戏改借位，距离拉开一点。预想中的坏人没有来，只是改了剧本。迟燕吃醋了吧？这不是护妻是什么？他们都以为迟燕在护周月，可如果他真的只在意周月，为什么刚才问的是我？你就这么缺这个角色？你就这么缺这个角色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可他明明已经忘了，夜戏拍到12点，我困得太阳穴发胀。今晚不拍了，收工。他就是有点少爷脾气。挺好的，他们看起来真的很般配。我装作没看见。合同还有点细节，今晚补签一下。今晚不方便。别忘了，这个角色是谁点头的？1105。今晚我去我弟弟房间。阿燕，你不回我那边？有人在拍。我那儿不方便，都是男人，有什么不方便？我怕你想起来。想起来什么？那就试试。是什么？试试我会不会想起来。他进来的太自然，自然到像这里本来就该有他。那条皮带很眼熟，5年前我送他的，我以为他早扔了。陈玉，这么晚还没休息，合同我给你带来了。张太，池影帝也在。项目合同明天找秦姐谈。我只是怕陈玉不方便。知道不方便，就别再敲这扇门。他刚才是在帮我吗？还是怕我闹出新闻连累周月？你现在就是这么拿机会的？不然呢？像你一样什么都不用做？陈玉，别把自己说的这么不值钱。5年前你不是最清楚？那条皮带是你送的？我不记得你送过我，可我看见他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你。跟我哥分手的时候闹得很难看。分手可以，给我生孩子。他把我留在这里整整7天，逃出来那天，我只想离他越远越好。他开车来追我，却出了车祸。他失忆了，接受了家里的联姻。都祝我订婚快乐吗，弟弟？哥，订婚快乐。那亲一周，庆祝一个。他进来的太自然，自然到像这里本来就该有他。那条皮带是你送的？我不记得你送过我，可我看见他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你。迟燕，别装了。我没有装。陈玉，我以前是不是弄丢过你？回答我。你不是失忆了吗？那就继续望着吧。人家等你呢，你在这装什么啊？你很希望我过去。她是你未婚妻，不是我的。你不是挺在意的？我什么时候在意她了？片场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她果然是在计较那场戏。那你把房卡给我，我现在去找她解释清楚。敢？迟燕，你到底是怕我靠近她，还是怕我离你太近？我没有再说，因为再说下去，失控的人可能是我。最后，他占了床，我睡沙发旁边的地毯。他大少爷金贵，
感觉身上多了一条毯子。你干什么？以前我是不是对你很坏？你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，那你为什么还回来？因为我没地方去了。我不喜欢你这样，不喜欢就别看。迟燕的脸色很差，比平时还差。你发烧了？死不了。陈宇，你没有别人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我心跳猛地乱了一下。你别走，阿勋，我心口一下子空了，5年了，他是以后第一次这样叫我。你不是死不了吗？别抓我袖子！阿勋，迟燕，你到底是真忘了，还是只忘了不想记得？别走。